多几多是何事？纷纷扰扰是是非。多几多是何事？纷纷扰扰是是非。英雄无末路，神剑斩万难，洒热血少年郎，公子美名光。江山如烟，前路急，拒绝一马，船逃深途，归梅岸，羚羊神浑水寒，助我乘身飞天，龙吟响彻震云端。射箭见红塔，孤独飞雨多少，日落光华不曾见。举杯之地推杯盏，血相融，人落根深，江湖传。这些年，多亏厉宗主和其他势力周旋，稳定局势，再加上武者以实力为尊，韩副宗主退位让贤也是情理之中。不过，厉宗主近期在闭关，宗内事宜皆交由薛副宗主和韩副宗主共同打理。啊，薛副宗主？他是厉宗主的亲传弟子，修为和韩副宗主一样，都是6次神念。除他们之外，内部人员如何分布？各部长老为4孽神君，108位真传弟子为3孽真神。7至9重天神均为内门弟子，而4至6重则为外门弟子。这么说来，我入宗后需从外门弟子做起。宗内可有提高修炼速度的宝地？有，镇渊剑塔，尤其是第4层，能最大程度提升修炼速度。不过那里的修炼室只有1间属于外门弟子，想进去必须拿下第1名。修炼一事急不得，脚踏实地才是正道。谢师姐提点。对了，镇渊剑宗和血神宗的关系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偶尔做做表面功夫。你和他们有瓜葛？欧龙岩和血修因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屡次想置我于死地。后来呢？我为了自保，无奈将他们击杀，算是和血翼真神结下了生死之仇。什么？萧师姐，血翼真神若来要人，宗主会不会把我交出去？当然不会，但你应该早点告诉我，万一他抢在你入宗前截杀，我们绝不是对手。天之城有传送阵，从那里走更快。跟我来。乾坤剑神离开后，可有人动过这里？没有，就记录看，他传送的方位应该是镇剑域。看来他想投靠镇渊剑宗，本座偏不让他如愿。还有半日就能抵达天池城。啊，有真神强者靠近！寒衣师兄，他是2孽真神薛寒衣，
在真传弟子里排名38。杀气。薛师兄，他是谁？在下李阳，见过薛师兄。莫不是新晋的外门弟子？啊，我听天池府主说你在追云中浪，结果如何？哼，此贼奸猾，居然隐藏修为，诱我上当，还下了合欢伞。好在吕师弟出手相助。你师妹不轨，该死！师兄误会了，吕师弟只是用术法助我冷却心火，并未不轨。之后，我自行化解了体内毒素。世上还有这种术法？你一个外门弟子，如何学到？吕师弟来自剑域大陆，受祖师指点，即将前往剑宗。具体经过，天煞诸神虽是本宗秘技，但学过的人太多。若有人违背宗规，传授于他，也不无可能。我有祖师所赠信物，但只能给厉宗主和韩副宗主看。是真是假，等回到宗门，宗主一看便知。哼。血翼真神，他怎么来了？薛师兄，倘若血翼真神在咱们的地盘撒野，你不会坐视不管吧？哼，有我在，岂容他人猖狂？吕师弟，你可以放心了。什么意思？他俩有仇？我为了自保，杀了血雄。开什么玩笑！你一个五重天神，怎么可能杀得了血雄？唉，借助外力而已，也是无奈之举。我多次告诫，可惜他根本听不进去。你现在解释再多也没用。薛师兄，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真传，你要是不管，我……先前错过大好机会，这次正好表现一下。罢了，我替你们挡住他，但事情始末，后续必须全数相告。那接下来就等师兄大展神威了。多谢师兄援手，有您在，血翼真神定掀不起风浪。韩一真神，我与这厮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还请给个面子，把他交我处置。如果我不交呢？哼！吕阳是我剑宗弟子，你带不走，请回吧。他刚到镇剑狱不久，什么时候成剑宗弟子了？韩一真神，难不成你要为一个外人和本座一战吗？他是祖师亲收的弟子，在踏入镇剑狱的那一刻，便不是外人。镇元神王还活着，不管他是谁，杀我儿就得偿命。血雄欲取我性命，我自保还击有什么错？说当时死的人是我，你可愿用血雄偿命？笑话！你什么身份，也配跟我儿比？像你这种没背景的散修，死100个都抵不过我儿一条命。薛寒一，你我都是2孽真神，真动手，你未必挡得住。大可一试。哼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哼！我血大法。班门弄斧。化血神刀。
沐雨风光。哼，金元院本座记下了。哼，不自量力。薛师兄的木蚁风光剑距离第3层不远了吧？只差最后一步，倘若修成，他定会殒命于此。谢薛师兄仗义相助。敢问师兄，刚才所用剑术，外门弟子也能学吗？哼，自然不能，只有成为真传弟子才可修炼。此事已毕，回宗吧。想学木蚁分光剑不难，等你突破7重，我传你即可。不是说只有真神能练吗？那是一般人，你修习了2仪剑阵，早非常人能比。厉宗主、韩副宗主，大致经过就是如此。信物何在？真的是真元神剑。看来你所言非虚，的确是师尊的后人。1万多年，师尊终于有消息了。这是天大的喜讯。对了，吕小友可否详细告知你和师尊相遇的过程？事情是这样，起初我并不知道，后来我知道的就这些了。原来是为了守护飞灵神王，师尊当真用情至深呢。关于师尊暂时无法回天界这件事，绝不能外传。是。吕阳，师尊可有话托你传达？没有。那你就从外门弟子做起吧。封闭，你负责安顿。没别的事，就退下吧。师兄，吕阳有师尊亲赠的信物，让他做个普通弟子，会不会？若师尊有意让我们亲自教导于他，必会留话。既然没有，就无需特殊对待。况且想在天界立足，一味靠外力帮衬，可不是好事。我看得出来，他是天赋绝佳之人，只要肯努力，将来必有一番作为。对了，我最近听说薛家子弟在外门行事愈发霸道，引起不少怨言。外门有万朝管辖，他那些族人仗势而为，不是1天2天了。不过既然师弟提了，我自会告诫一番。他能听进去才行，我真怕有一天他们薛家人会坏了剑宗的好名声。师弟多虑了，剑宗的核心是内门弟子，有你坐镇，不会有事。我要继续突破神王，先走了。外门弟子众多，分为36堂。哦，丙子堂的堂主名叫叶飞羽。
哟，什么风把萧师妹吹这儿来了？我来给叶师兄送宝啊。宝，他。寒衣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外门新来了一个弟子，我很不喜欢，你找人教训一下。他哪里得罪了师兄？这你不用管，他的名字叫吕阳，在丙子堂95院。那教训到什么程度？不用打多狠，但一定要羞辱他，狠狠的羞辱。明白。我这就去办。嘿嘿，真没想到吕师弟竟是祖师后裔，将来必成大器啊！到时候咱们丙子堂也能跟着沾光。叶师兄说笑了，不知我所住的地方是何情况？加上你，95院共9人，院主是1号房的薛洛。有什么事儿可向他反映。听萧师姐说，外门弟子能根据排名去剑塔修炼。你刚入门就想去那儿修炼？外门前100名可直接去剑塔2层，你目前只能登记排号到首层修炼。那排名要如何争取？直接向别人发起挑战吗？是一个办法，但如果差距过大，人家未必会应。你要是着急，就从差距小的弟子入手。谢师兄提点。啊，进去吧。西门町，你去。新来的，出来。啊？什么事？呵呵，受寒衣师兄所托，给你点教训。哎，吕阳，你做什么？你就是薛洛，正是本神。之前他打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阻止？现在才出声，你们是一伙的吧？我跟薛寒衣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让你们教训我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能被真神关注，是你的荣幸。你只有一个选择，乖乖领罚，往后大家还能和睦相处。否则，难不成你还想残杀同门？陈不息，按住他，掌嘴。如此咄咄逼人，真当我好欺负吗？放开我！赶紧放人！哼，如你所愿。本神乃薛家子弟，你敢对我不敬，找死吧！薛家子弟又如何？我还是祖师后人呢，也没像你这般猖狂。哼，祖师后人。
该不会踢到铁板吧？祖师后人怎会从外门做起？胡乱攀亲，罪加一等。天煞诸神！哼，中看不中用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吕阳这厮嚣张至极，我们不过讲了几句宗规，他就出手伤人。你说，我刚来，他们3个就接连动手，想要教训我，可惜技不如人，成了这副模样。胡说！我们之所以受伤，是因为对你没防备。薛洛，你确定是吕阳先动的手？当然。哼，撒谎！是我们先动的手。闭嘴！就算薛洛他们挑衅在先，吕阳出手未免重了些，必须严惩。薛南之事严重了，弟子们相互挑战，受点伤在所难免，何来严惩之说？若为恶意争斗，先动手之人应受什么惩罚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既然如此，我薛家其他弟子向吕阳挑战，也属情理之中。薛营，薛莹师姐在丙子堂实力排名第5，有她出手，吕阳毫无胜算。敢接受我的挑战吗？你刚入门，3年内有权拒绝任何老弟子的挑战。哼，我正愁第一个挑战的人选，你就送上门了。我接受。你瞧瞧，口气不小呀。薛营实力远超薛洛，莫冲动。无妨，我有把握。但愿你的实力配得上这份狂妄。哎呀！天神一怒！多亏了西母前辈教导，这招我也会。天神一怒！他才入门，怎么会天神诛杀剑法？借神剑之力抢占优势，算什么本事？武器本就是实力的一部分，你输不起可以不打。再来，剑荡邪煞！剑荡邪煞！你败了。此战吕阳胜，从今日起，吕阳为丙子堂第5名，在整个外门排名177。177而已，跟外门第1的薛荡师兄比，简直天壤之别。他越级击败薛莹师姐，等突破到6重，说不定真能战胜薛荡师兄。瞎说什么？不用这么麻烦，我现在便能挑战薛荡，拿下外门第1。就凭你？既然你这么好战，外门第2天才薛静，倒是可以奉陪。他什么排名？19。明日午时，
与外门广场一战，你敢接吗？唉，虽然排名低了点，但凑合能接受。你且嚣张吧，明天便会知晓，谁才是真正的强者。哼！都散了吧。我们回去吧。等等，我们一起。哎，散了散了。难怪萧师妹会说送了个宝给我，你果然令人惊喜啊！不过薛静的事你应得太快，他的实力接近7重，恐怕……叶师兄过虑了，即便是外门第一，我也能赢。好吧，我们拭目以待。薛寒衣，虽然不明白哪里得罪了你，但若能因此尽快拿下外门第一，倒要好好感谢你。他就是吕阳，看着好年轻，听说才100多岁。小道消息，他之前是散修，貌似是祖师的后人。怪不得敢跟薛家叫板，原来有靠山啊！哎，小声点儿，甲子堂的堂主，还有堂内第一的好萧师兄也来了。站在最前的是薛宝一，他身后穿黑衣的是薛静，旁边是郝萧。万一薛静败阵，就看你了。明白。擂台上刀剑无眼，生死由天。你若害怕，跪下来求我，我就饶你不死。切磋而已，何必这么重的力气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个山里的大魔头呢。放心，我的目标是薛大，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。有我在，你连见他的资格都没有。天神之怒！呀！你也尝尝我的天神之怒！刚才是我轻敌了，你的剑术造诣确实出乎意料。我不介意你现在就认输。休想！剑荡邪煞！可恶，不会输！一剑诛杀！你输了。薛静师弟，你去休息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不会输！天下诸神！哼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
自讨苦吃。早下来，也不至于如此丢了。天煞诸神乃本宗秘技，我哪知？多说无益，去吧。恭喜丙级堂弟子吕阳击败薛敬，排名晋升至外门19。吕阳师兄威武！吕阳师兄威武！哼，你的排名不错，我乐意奉陪。出招吧！接下来，你将见识真正的天煞诸神。居然是心煞，那是什么？一种强行提升实力，但会断送剑道之路的练法。来！跳梁小丑，看你能躲到哪里去！天地乾坤！此战吕阳胜，排名晋升至外门第7。多少年了，咱们丙子堂终于有人进前10了。是啊，晋升如此之快，不如乘胜追击。明日5时，我要在这里挑战薛大，还望薛堂主代为转达。我们走。为了去剑塔4层，你也太拼了。那个薛道，可不好对付。10多年前，他曾去内门，一天连败12名7重天神，看来是个不错的对手。哦，总之，明天一战，不必强求。多谢提醒，不过我一定能赢。想不到短短几天你就成为外门第7，现在还要挑战薛道。师姐既然来了，安心看戏便可。有自信是好事，但薛道并非常人，莫要轻敌。我明白。薛道师兄来了。开始吧。天神之路，天地乾坤。剑上先杀，一剑助杀。面对薛荡，吕阳只会输得很惨。话别说太早，当心闪了舌头。若没别的手段，这场对决该落幕了。底牌自然有，只是不知师祖亲授的秘技，你接得住吗？尽管
一世。天煞诸神！诸神夺灵！血党居然输了！在下输得心服口服，外门第一的位置，非吕阳师兄莫属。倒是个值得结交的薛家人。从今天起，吕阳便是新的外门第一。另外，按照宗规，从现在开始，丙子堂晋升为外门第一堂。刚入门就敢拿薛家子弟当垫脚石，往后若成长起来，那还了得？你最好一辈子别出宗门，否则……刚才的杀意是错觉吗？吕阳师弟，你今天的表现真令人刮目相看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咱们之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不过除薛道外，其他薛家子弟都特别记仇，以后要当心。难不成他们还想公然残害同门？在宗内自然不会，一旦出去就说不准了。总之，如果外出，先去内门找我。好啊，对了，我是不是能马上去剑塔修炼？当然，剑塔在内门，我带你去。如果神元石不够，萧家可以资助你到突破真神。叶家也愿意提供。两位太客气了，我暂时不缺。要不是你，丙子堂根本当不上第一堂，理应帮衬。我们出发吧。哎，估计过不了多久，这小子就能挤进内门。比不了，比不了啊！大师姐，新令牌，他是新晋外门第一吕阳，要去剑塔4层修炼。原来你就是鼎鼎大名的吕阳，不如让姐姐我带你进去吧。不劳费心。剑塔1层近1000个修炼室，越往上数量越少。很惊讶吧？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。他叫薛凤琴，是8重天神。见过薛凤琴师姐。喊得真见外，你我有缘，叫我凤琴师姐就好。我和你萧师姐可是剑宗双凤，都是自己人。谁跟你自己人？我们走。
我要去第3层，可没跟着你们。那你先请。如果无聊，可以来13号修炼室找我。他对所有人都这么热情吗？不，只对看中的人。可我们素不相识啊。你击败了薛荡，是立宗以来最强的外门第一。他8成觉得你有神王之姿，才如此热情。4层只有11个修炼室，通常内门第一在1号，外门第一在11号。你若突破7重，将自动升级为内门弟子。到时候便不能继续待在这里，需要去内门报到，重新排名。那我等突破7重再出来。恐怕不行。啊？为什么？距离下一次天荒秘境开启不足50年。啊，届时3殿10宗的天才弟子都要进去探宝，以你我的排名，定会被选中。天荒秘境是难得的宝地，虽然很诱人，但不成真神，外出风险太大。我可以不去吗？你现在是外门第一，想不去都不行。开门吧，这些都是后话。当下专心修炼才是正事。水寒，等我拥有真神实力，就去天剑界找你。李阳师兄10年前便突破至6重，看样子距离7重不远也。不过天荒秘境即将开启，他没多少时间继续待在这儿。哎，听说天极界的大更神朝又派人来，已经拜访完其他势力，很快就到我们了。每次都这样，为了给他们匀名额，我们能去秘境的人越来越少。少说2句吧，人到门口了。走，去瞧瞧。好日神尊，多年不见，神采依旧啊！飞仙神尊，你倒是长进不少。好日神尊说笑了，我等愚笨之辈，自然比不过贵朝天骄。若镇元神王还在，齐天神王定会亲自前来。可惜，诸位风尘仆仆，不如入内一叙。不用了，我等前来不叙旧，只切磋。3殿9宗的后辈天骄，我们已经见识过，今天该你们了。秘境开启在即，现在切磋，分明是想打探我们的底细。贵朝又如此雅兴，我等自当奉陪。只是不知诸位之前战况如何？哼，平庸之辈，没一个入得了眼。连他们都不是贵朝对手，那我剑宗弟子就不必比了，免得献丑。切磋都不敢，去天荒秘境纯属浪费名额，直接当缩头乌龟不好吗？你这后辈好生无礼！来请皓日神尊管教管教。他是齐天神王的儿子，轮不到我来管教。
更何况，他虽言语轻狂，但也不无道理。畏首畏尾，有违神者作风。飞仙兄，你说呢？怎么比？3轮比试，从7重天神到9重天神，每个境界各派1人守擂，不限挑战次数，直到再无挑战者，即算本轮结束，并以最后1场的结果定胜负。神朝7重天神的比试由我代表出战。事成，召集所有内门弟子去内门广场。是。本次切磋的规则，想必大家都知道了。这位6重天神是大更神朝的天之骄子上官清，将代表7重天神出战。啊！6重天神代表7重天神，所有到达7重的弟子，有自信者皆能上台一战。怎么，你们镇渊剑宗都是孬种吗？连一个6重天神都不敢挑战？啊！哎呀！啊！萧道儒愿与你一战。萧师兄在7重弟子中排名前10，对付他绰绰有余，勇气可嘉，但，太弱了。天上诸神，哼，废物！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亲手为我，亲手入地狱。7重天神赵山河，请赐教。名字挺霸气，可惜人不行。狂妄！哼！给我破！哼，总算有点东西了。呵呵，不过依旧要输。哼！赵师弟，这是什么功法？为何如此怪异？竟然练成了大破灭玄金剑气，看来大更神朝将来又要出一位神王了。上官清不但有神王之资，还是天生的玄金剑体，成为神王十拿9稳。难怪，有此神体，起点比普通人高出数倍不止。我等千辛万苦达到的高度，他却触手可及。还有谁想上台一战？厉俏俏，请赐教。俏俏师姐是7重最强，有她出马肯定能赢。小美人儿，这里不适合你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废话少说。玩够了吗？是男人就正面一战。
伤我！死吧！住手！堂堂镇渊剑宗，居然连个能打的都没有！哼，不敢上来就派代表认输，免得浪费时间。飞仙兄，是时候宣布结果了。等等，还有一人能与上官清一较高下。何人？外门第一，吕阳。据我所知，剑宗外门的最高修为只有6重，他来不过是螳臂当车。此言差矣。吕阳在5重时就越级击败了6重天神薛荡。不错，在那之前，薛荡便有一天连败10几位7重天神的记录。快，火速通知吕阳来内门广场。是。啊？哼，呵呵，本少倒要看看这个蝼蚁有什么不同。情况便是如此，你一切小心。未成高阶天神，便能修成玄金剑气，此子资质不俗。幸亏你学会了1元分神术，否则毫无优势。听他们说你很强，一般而已。不过对付你，足够。放肆！天地乾坤。看你能躲几时！诸神夺灵。合击剑界。你确实不弱，但想败我还差得远。哼！虚张声势。铜镜中能逼我出剑的人，你是头一个。哼！2柄真神剑。
你怎敢？哟，输不起，呵呵，几百岁的天神了，还要仗老爹的势，也不怕人笑掉大牙？你，上官清，回来！这一轮，神朝认输。裴仙兄，能培养出如此天资绝世的弟子，想必接下来的比试会更精彩。上官霞。八重天神薛凤琴，愿与你一战。看招！天煞诸神！小分光剑！赤焰神火炮！薛凤琴师姐是八重最强，其他人估计也没戏。下一个。这一轮剑宗认输。接下来是9重天神之间的比试，叶儿，你去。剑痴，等会儿千万别留手。此人不简单，莫要强撑。我明白。9重天神萧凤璧，请赐教。天煞诸神！你输了。修师姐，我没事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这就是内门第一的实力，也太不堪一击了吧！还有人要打吗？这一轮剑宗认输。切磋嘛，有输有赢很正常。不过单纯论输赢也没意思。好日神尊，此话何意？架不能白打，总得有点彩头吧。切磋前你可没提彩头一事，现在才说，未免趁火打劫了吧？飞仙兄何须动怒呢？这样吧，我神朝也是通情达理之辈。你们输了2场，只需让出一个秘境名额，怎么样？名额早就分配好了，你大哥神朝有60个，比我们多3倍，还不够吗？不错，公然破坏规矩，可有问过其他3殿9宗？
他们自己都输了3个名额，岂会管你们？再得寸进尺，就不好收场啊！哼，到底是谁在得寸进尺？脸皮真厚。好，给你1个名额。还有别的事吗？如果有，最好一次性说清楚。我们走。哼。神朝行事越发欺人太甚，来探底细也就算了，还抢名额，简直嚣张至极。谁让他们是无极界的顶尖势力呢？只有足够强大，才能掌握话语权。暂且忍耐吧。吕阳，你过来。宗主，副宗主。你是剑宗立宗以来唯一具备神王潜力的弟子，本座对你寄予厚望。弟子定当勤修苦练，若将来成就神王，必会护佑剑宗。很好。另外，你那合击剑技颇为精妙，能否将其授予宗门？当然，诸神夺灵是祖师所授，自然也算剑宗的剑技。本宗主代表整个剑宗感激不尽。这位是战部首座萧战天，剩下4位是战部的长老。见过萧首座，见过4位长老。人到齐了，出发吧。这里就是秘境？非也，是秘境边缘，接下来的路不能传送。此为飞行神器神行剑舟，1日可行数万里，10天内定能抵达目的地。萧师姐，能否说说10宗的大致情况？我们和血神宗在天荒界南部，属于南二宗。他是内门第2赵文君。见过赵师姐。凤碧提过你好几次，上次有事外出无缘得见，今天总算如愿了。你想知道别宗的情况，我来告诉你。东二宗有魔神宗和杀神宗，西二宗有明神宗和煞神宗。唉，至于北4宗，没有3殿分摊资源，实力最强，就连秘境名额也比我们多。不错，神刀宗、飞雪神宗、月神宗和天罡神宗，每宗有30个名额。那3殿呢？各100。啊？说起来，10宗中大部分由地渊强者创立的宗门，只有北4宗是本土势力。哦，我们跟4宗关系如何？和神刀宗、天罡神宗关系一般，与飞雪神宗和月神宗交好。
不过飞雪神宗和月神宗素来不和。为什么？当然因为情啊！咱们祖师当年风华绝代，这两宗的神女一直对他念念不忘。啊？可见，祖师还是个多情种呢。别听他瞎说，祖师对冰云神尊和如烟神尊的确有过帮助，但没有情愫可言。我爷爷是地部首座，他说的话不会有假。走，咱们去那边聊。哼，且让你再舒坦2日。冰云神尊近来可好？可有你师尊的消息？他在地渊不知何时回归。谁带回来的消息？他是师尊在地渊的后人，具体情况如此。我知道了。叶雪，她就是吕阳。这位是飞雪神宗内门第1的姬艳雪，上届天骄榜排名15。幸会。听说你打败了上官清？侥幸而已。上官清有玄晶剑体，单靠侥幸可赢不了。艳雪，我还有事，失陪了。萧师姐，那2位是月神宗的如烟神尊，以及内门第1月雨柔。她和艳雪师姐比，谁更强？雨柔在天骄榜排13，比艳雪高一些。吕阳，短短100多年，他就成了6重天神。你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。他是……他是我在地渊的好朋友，小魔仙子月。我宗内门第1，萧凤碧萧师姐。这么快就突破4重，看来你在炎黄殿过得不错。故友重逢，实属难得。凤碧，借一步说话。好。燕兰姐姐很照顾我，你呢？过得怎么样？说来话长。他们也来了。一群手下败将。各位神尊，动手吧！
你们想做什么？吕阳，别躲在女人身后，有本事出来，一决生死！怎么，上次输给我还不够，想再输一次吗？笑话，有他们几个在，我不可能输。上官清，你这么做也太不把我天荒界放在眼里了。不错，这里不是天极界，耀武扬威也得挑地方。想动剑宗，先问问我们答不答应。动了又如何？天荒界都快成废物窝了，我是为你们好。哼！先前你们以切磋为名抢名额，大家都忍了。如今竟想迫害剑宗弟子，我炎黄殿第一个不答应。不错，我神刀宗也不会坐视不管。天罡神宗与神刀宗共进退。哼，咱们走着瞧。哼！想必他们短时间内不会乱来，若有变故，可向我们求助。多谢。上官清睚眦必报，吕阳，你要当心。他们地牌多，千万别硬碰。血翼之神的问题还没解决，又多个上官清，当真麻烦。我们还有半个月时间，先去找辅助炼体的金元果。秘境只开启半个月？也不是，半个月后金光沙漠会出现，淹没整个秘境空间。据传，沙漠中的金灵兽由玄金幻化，对修炼剑体和炼制神兵都有很大帮助。玄金化兽，像是金魁神王的手笔。金魁神王是谁？一个擅长傀儡术和炼金术的能人。若真是他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我有克制他的控金术，正好传给你。此术果然玄妙。有了它，你就能随意掌控所有金属，好好领悟吧。师弟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我们出发吧。金元果结果后，1000年为青，2000年为银，3000年为金。这些果实还不成熟，不熟的金元果没什么用，看来只能分头行事了。如果分开，上官清便会伺机刁难吕阳师弟。我们和上官清方向相反，他哪里有空跑这么远找吕阳？神朝的目的是寻宝，就算分精力对付我，也不会是现在。有道理，毕竟刚才失败过一次。萧师姐，无需太多顾虑，找金元果要紧。好吧，大家分散寻找，别离太远。若遇困境，记得放求救信号。那我们就比比，半个月后谁摘的果子多。萧师姐留下神念印记，是为了息事元首，而你又是为了什么？哟，这么巧，一夜不见，吕阳师弟越发威猛了吧？是巧合还是故意？师姐心里清楚。
明知我要来，还如此镇定。绿杨师弟，该不会对姐姐有意思吧？放心，我这8门锁神阵牢得很，保证不让你的血溅出去。说我所料不差，是薛寒衣让你来杀我的吧？得罪了寒衣师兄，你只剩死路一条。你怎么确定死的人不是你？我堂堂8重，再不济也不会败于6重之手。我不想妄动杀戮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难不成他有必胜手段？完不成任务，寒衣师兄答应我的东西就泡汤了。小分光剑，亮极星甲。绿杨师弟饶命！我一时昏了头，才会对你不敬。别杀我，让我做什么都成。只要你答应回宗指正薛寒衣，我就放过你。我答应，我死吧！回宗指正薛寒衣，我就放过你。我答应，我去死吧！幸亏学了控金术，不然真就着了他的道。布个引力阵好再走，免得平添麻烦。这片区域没有成熟的果实了，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啊！大家都是老朋友，别急着跑啊！绿杨。住手！你怎么一个人走？多危险啊！情非得已。吕阳现在跟炎黄殿毫无关系，你还要护着他？我家先祖曾受镇渊神王恩惠，他的后人我必须救。若我非要拿下他呢？哼，你大可一试。他的实力比之前强了很多。
10年后，天骄榜再一决高下。哼！叶兰姐姐果然厉害，这么快就击退了天骄榜19。为了他，连你都学会拍马屁了。多谢燕兰仙子2次相助。举手之劳。吕师弟，发生何事？刚才遇到高远，发生了点摩擦，好在燕兰仙子出手化解危机。我们赶着跟其他人会合，先告辞了。那位紫月姑娘似乎对你有情。哦，不会吧？师姐定是看错了。同为女人，我岂会看错？既然碰上了，接下来就不要单独行动，等人聚齐再商量如何抓捕金灵兽。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未见到薛凤琴？到现在都不出来，看来薛凤琴凶多吉少。大家跟我走，去风之漩涡。是金灵兽！见了，在那边。会不会判断有误？不会。萧师姐，你来保管。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抢！通天血手！通知其他人支援。诸神夺灵！一心二用，谁给你的勇气？你不是我的对手，退下吧。撤！怎么这会儿起冲突？难不成抓到精灵兽了？你刚才所用术法也是祖师所授？是在地渊时，另一位前辈教我的。原来如此，有此术法，接下来的行动就容易多了。去抓下一只。
比乌金吾最近，追！萧凤碧、比木金吾，没你们的份！识相的，快离开！无主之物，大家各凭本事。胡扯！我们东尔宗联手，比木金吾迟早是囊中物，我们休想横插一杠。少废话，谁先抓到就是谁的。拦住他们！是。诸神夺灵！啊！撤！若非他们捣乱，我们早得手了。不怕，还有机会。他逃不远，大家一会儿兵分两路，听我指挥。以木玄金能助你修成木蚁分光剑，足以斩杀一灭真神，一定要得到。明白。小心！啊！吕阳师弟，撑得住吗？没事。想要自己来拿呀！吕阳，突然发现你有点作用，不如来帮本少抓精灵兽吧。只要把本少哄开心了，饶你一命也不是不可以。在这杀吕阳，相当于挑衅整个天荒界，你最好想清楚。我们走。总有一天，本少要用你的命一雪前耻。我有紫光金龙，暂时没被任何势力追到，就他了。悠悠，剑宗也来了。他们追他们的，我们追我们的，静观其变。要不要抢一把？没必要。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那个吕阳不简单，尽量少与他发生冲突。
好在邪二宗没有阻挠，不然定要多费一番功。师弟，你能感应到其他精灵兽的情况吗？大部分都被收服了。看来秘境即将关闭，去传送点集合吧。很快就能见到宗主他们了。怎么回事？按惯例，我们都该被传送出去呀。该不会哪里出问题了吧？这里是哪儿？怎会有如此多的通道？莫非此处乃神王遗迹？果然是金魁神王。金魁神王是谁？怎么从未听过？哼，他是谁重要吗？重要的是如何分宝。依我看，每条通道都有未知机缘。我大更神朝占5个，其余的你们自行分配。按实力，我们3殿必须各占4个。北四宗得各占1个，就剩3个通道，6个宗门一起分，也太欺负人了。要怪就怪你们太弱。哼，我们走。他好像还不死心，必须多加提防。血神宗和我们一起，走吧。赵师姐，路飞绝身边的8重天神是谁？似乎对我很有敌意。他是血雄的侄孙，听说2人关系极好。这些雕像很可能是机关，大家小心。冲过去！看来他们无法离开限定范围。别掉以轻心，说不定后面有更厉害的机关。现在有2条路，公平起见，我们去右边，你们去左边。好。3把圣品神剑。等等，吕阳师弟，你去取剑，其他人严阵以待，防止意外。拦住他们！拿不到吗？有禁制，我再试试。诸神夺灵！我就不信撬不动你！
所有人全力攻击脖子！诸神夺灵！幸亏你机智，不然我们不知要耗到什么时候。是大家的功劳。他们不是普通机关，更像傀儡。若是傀儡，反而麻烦。我们原路返回，去走中间那条路。是神元乳液，足有10坛。殿内只有1尊傀儡，可见他不好对付。文君，我俩去试试。用我的真神剑吧，保险一点。啊！用玄晶打造的傀儡，世界灯芯。快退！重金术打他印堂穴。这尊傀儡堪比真神，若将之炼化，大有益处。我才6重，能炼化它吗？普通人不行，但你可以，只是需要冒些风险。最多1刻钟，我来帮你降服他。师弟，你在想什么？师姐，我有办法拿到神元乳液，但不能有任何人在场。你想独自面对傀儡？那位前辈曾传我另一个秘籍，有9成把握。好，我信你。不过，凡事莫要逞能，保命为先。明白。我们回路口等。聚精会神。别愣着，快炼化！你们怎么回来了？里面有尊巨型傀儡，
实力堪比真神，我们打不过，所以……吕阳呢？他死了吗？瞎说什么？他好着呢，正在设法对付傀儡。哼，这么多人都打不过，他一个顶什么用？不如找些帮手来。哼。此非血神宗信号，你通知了谁？上官清。血号，你竟然勾结上官清！别说那么难听，既然你们解决不了，自然要请更强的人出马，不是吗？哈哈。有我们在，谁也别想进去。吕阳有难，速来支援。血神宗听着，只要你们不插手，事后本少定会将好处分你们一半。带这点人就想越过我们抓吕阳，你哪来的自信？哼！乌合之众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吕阳在通道深处，再不去，可能就死于傀儡之手了。纵使傀儡再厉害，也休想抢在本少前杀他！嘿！你的对手是我。傀儡中有30武学，分别是金光神行、金光剑魂和金光剑羽。现在是炼化的最后关头，它能自动护主，你好好体悟，不要分心。杀死！上官清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怎么可能？我这算炼化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但出了点小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的血激发了他的凶性，他和上官清恐怕要不死不休了。我能阻止他吗？你有伤在身，恐怕不行。那小子作茧自缚，怪不得你。先疗伤吧。救命！快救我！炎日音乐斩！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回去定要父亲降罪于你们。
发狂杀了上官清，已经跑了。你的伤？无碍，刚才费了好大劲，才让傀儡忽视我的存在，却不想被上官清换了事。这下完了，没保护好青少，大家都得死。东西到手了吗？人死不能复生，与其担心被问责，不如想想怎么将功补过。凤碧，把刚才的事全部告诉我。也就是说，傀儡为何会发狂，你也不清楚？不错，当时我被上官清所伤，不得已中断术法，还来不及反应，傀儡就追着上官清杀了出去。哼哼。此事只有你和上官清知道，现在他死了，随你怎么说都行。血豪，你想公报私仇吗？没有其他人在场，本就疑点重重，不能怪血豪多想。再说，上官清对吕阳积怨很深，是不争的事实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哼，无论是吕阳出于自保，操控傀儡反击，还是傀儡自主为之，齐天神王都不会善罢甘休。吕阳不过是6重天神，怎么可能操控真神级傀儡？而且上官清怎么死的，大家有目共睹。纵然是神王，也不能如此霸道。呵呵，可笑！你有几条命，敢跟神王讲道理？在天界，没有实力就没有公道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们必须做2手准备。这些都是后话，赶紧通过考验传送出去，才是当务之急。殿下，此通道没了阻碍，可以直接去更里面的地方。知会其他人来这条通道集合。是。神王，出大事了！何故如此惊慌？青少的生命石碎了！什么？究竟是谁敢伤我儿？哼！去天皇秘境！看来神王传承就在里面。其他人都消失了，该不会是陷阱吧？此乃个人势力，自然不会让你们在一起混战。运转天炎神剑经和真火剑体。不要强行对抗，要学会借力打力。这一层应该是考验火焰天赋，只要挺过去就能进入第2层。挺不过去会怎样？死！别担心，金魁并非嗜杀之人，失败者多半会被送出去。但愿如此。出来了，终于出来了！
发生了什么变故？为何现在才出来？是这样的。居然有意外传承，也不知金魁神王是何许人也。上官清死了，他怎么能死？确定他死在傀儡手上，而非吕阳？的确被傀儡所杀。至于傀儡受人所控，还是有自主意识，我也不清楚。昊日神尊，你如此攀咬我宗弟子，意欲何为？是不是攀咬，你们心里清楚。事情未清前，谁敢乱来？休怪本尊不讲情面。剑宗实力虽弱，但也不会任由外人拿捏。好，很好。等齐天神王驾临，我看你们还能不能如此硬气。实话告诉你们，齐天神王正在真魔殿做客。上官清的生命11岁，他定会前来问罪。到时候谁都别想逃。地上有股无形吸力，看样子这就是第2层的考验，大家尽全力上去。我们也走吧。不要分心，运转金光不灭剑体能轻松许多。金光似乎有淬炼神体的作用。不错，越往上，淬炼强度越大，你要忍住。既然来了，自然要战到最后。9重天神，结果输给一个6重小子。是元神攻击，大家小心！你的元神足够强大，只要聚精会神，此关必过。悠悠。
乃金魁神王，二位便是通过考验之人。晚辈吕阳，晚辈紫月，拜见金魁神王。你们能来，说明这处秘境即将崩坏。唉，距离大毁灭不远矣。大毁灭？前辈知道大毁灭，那就证明您还活着。啊？莫非还有其他神王被关在别处？大毁灭是指天界和地渊的所有生灵都将彻底消失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何知道大毁灭？我是被选中阻止大毁灭的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强如惊鸿剑主，都被镇压了这么多年，你一个黄口小儿又能做什么？留下部分元神在秘境，说明他的境况比我们好。跟他说，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天机玄策，唯我为尊。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天机玄策，唯我为尊。啊！竟然是你，真的是你！惊鸿前辈，你跟他不会有仇吧？想什么呢？我们虽然交过手，但并无仇怨。既然如此，本座这就将传承赐予尔等。空间袋里的玉简上有本座的傀儡术金魁通元经，好好运用，莫要行恶。你们刚才说的话，我怎么听不懂？待时机成熟，你自会知晓。据玉简所述，距离秘境崩坏还有3天，咱们抓紧时间修习傀儡术，之后再将塔外的傀儡平分。正合我意。用神元界收了他，以免被人发现。这么多傀儡，炼化起来要费一番功夫，咱们分头行动吧。好。你那边怎么样？除了那只击杀上官清的傀儡，其他的都炼化成功了。那只傀儡不见了，奇怪，我也没看到它，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？不清楚，就连神元乳液也不见了。难不成那只傀儡成精了？成精不可能，无法轻易露面倒是真。说起来，大更神朝若借上官清之死刁难你，该如何是好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倒是看得开。无论如何，我会说服嫣兰姐姐站在你这边。多谢。先出去吧。拿命来！好日神尊平白对后辈大打出手，算什么道理？吕阳，是不是你操控傀儡，杀害上官清？不是，他偷袭我的账还没算，就死在傀儡手上，只能说自作孽不可活。空口无凭。谁知道你用了什么卑鄙手段？你拿什么证明傀儡和吕阳有关？我可以作证，吕阳那个时候没有操控傀儡的能力。前2天我们刚得到金魁神王传承，单炼化1只傀儡就很费时。试问他没学傀儡术，
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炼化真神级傀儡？紫月，你当真获得了神王传承？之后我俩平分傀儡，而击杀上官清的那只不知所踪，甚至连其他通道的神元乳液也消失了。皓日神尊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就是啊，真不知道他会怎么说。既然跟我儿有所瓜葛，就该为他陪葬。拜见齐天神王。齐天神王，吕阳乃我宗祖师后人，还请您看在镇渊神王的面子上公正对待。镇渊后人又如何？本王现在杀他，镇渊来得了吗？厉飞仙，你应该明白，把吕阳交给皓日处置才是上策。剑宗没有神王，动起手来毫无胜算，断不能连累他们。事情未查清前，吕阳不能交给你。拜见以阳神王。此事与炎黄殿无关，你最好别插手。本王曾受镇渊神王恩惠，绝不会见其后人蒙冤而不顾。于我而言，杀子之仇不可能让步。那更应查清原委，不错杀，不漏放。皓日，搜查吕阳所有物品，看看那只傀儡到底在不在。好东西还挺多，可惜当下做不了手脚。没有发现沾染青公子血迹的傀儡，身上呢有没有藏其他东西？别紧张，以他的修为，洞悉不了神元界。并无他物。我会找到玄机老人，查出青儿死因。到时候，若真是吕阳作恶在先，杀人在后，我绝不阻拦。反之，也请齐天神王认清事实，不伤无辜。哼，我们走。多谢一阳神王元首。我欠你先祖一个人情，理应回报。唉，不过上官齐天行事霸道，就算人不是你杀的，也会伺机找茬。往后自求多福。回宗门吧。你为本宗立了大功，身上的金元果自留即可，玄晶和神元乳液各分你一半。至于3把上品神剑，不做分配，改记功劳点。谢宗主。宗主，玄机老人是谁？一位掌握奇术、素来神出鬼没的大能，找他并非易事，你无需过虑。眼下专心修炼，提升实力最为要紧。弟子明白。上官清虽不是我所杀，但与我也绝非毫无干系。这件事必须瞒下去，只有足够强大，才能不任人欺凌。
吕阳，你已突破7重，请立刻离开11号修炼室。恭喜吕阳师兄晋升内门。好好努力，将来你也能进内门。你入我堂才几10年，如今实力进步飞速，连我也不是你的对手了。叶堂主过谦了，不知叶堂主来此是为何事？啊，掌门要见你。因此，宗门决定让你参加这次天骄榜比试。我才刚入内门不久，就破例参加天骄榜，恐怕会引起其他弟子不满。哎，这些宗门会出面解决。你是师尊看中的人，如今又获得金魁神王的认可，自然值得宗门重点培养。此事就这么定了。这是宗门为你安排的新修炼室，希望你能好好修炼，在天骄大比中为宗门争光。8重天神也敢来此？我记得上次见面时，吕阳还只是6重天神，20年间连续突破2重，陆神尊当年都做不到吧？这是天骄榜，上面都是上一届天骄的排名。前10的天才大多都突破至真神，这一次天骄榜轮到我们大展拳脚了。相信吕阳一会儿也要被淘汰了。哼，陆神尊还是先关心自己人吧。是谁淘汰了你？吕阳，好！真没想到，当初从地渊来的家伙，如今居然能……废话少说，出招吧！释放雷电第一式，一剑惊雷。怎么可能？哼！之前就很想和吕师弟切磋，没想到在这次天骄榜遇到了。师姐有伤在身，正常对决对你不公平，不如我们使出自己最强的一招，一决胜负。好。诸神夺灵。没想到师姐也能施展这招，不过这20年我也有所精进，木已分光剑。
我认输。最后的对决，你可一定要赢啊！要是知道你能成长至此，当初无论如何也要拉你入荒火殿。往日多受你照顾了，吕阳不胜感激，请赐教。哼。真神剑术，吕阳一个8重天神，如何掌握得了真神剑术？这我也不知道，恐怕是来自金魁神王的传承。单论天赋，吕阳值得第1天骄，只可惜天蓝步入9重天神多年，2者修为的差距，靠一个真神剑术也是于事无补。离火神阳，暗月流星。同时施展2种真神剑术，还不值。恭喜镇渊剑宗拔得头筹。客气了。吕阳身怀多种真神剑术，前途无可限量。但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总有一天，恐怕镇渊剑宗也护不了他了。这里就是本源之地，也不知剑主们所说的本源石实在什么地方。水寒，水寒，杨哥。真的是你吗？这么长时间不见，没想到你都成了天剑界的第1天骄了。我一入天剑界就拜入天剑宗，那有很多剑域大陆飞升的剑神，他们对我很照顾啊。多亏了他们，我才能来到这里。倒是你，这么些年一个人在天荒界修行，想必吃了不少苦吧？我一切都好，水寒，等我过几年成为真神了，就去天剑宗找你。对了，天剑宗那些前辈听说你守护剑域大陆的那些事后，对你十分重视。惊雷剑神还说要亲自去天荒界找你呢。惊雷剑神，是中域剑宗飞升的那位前辈吧？天荒界和天剑界是没人了吗？居然能让2个地渊来的人取得第1，哼！我是天武神宗的五霸天，小子，你是哪门哪派的？9界怎么会出12个天骄榜第1？哼，这你都不知道？天极界有4座天骄山，4大神朝各辖1座。你话真多，找死！多年不见，五兄性子还是这么冲动，看来是上次输的还不够。袁绍应，我和你的账，待会儿慢慢算。在下天元界天元神宗袁绍应，不知2位如何称呼？天荒界镇渊剑宗吕阳，天剑界天剑宗洛水寒。这几位都是在9界赫赫有名的天骄。我记得你。看来这里与吕兄结怨之人不少呢。你们可能有所不知，这本源神山只有整个9界的第1天骄才有资格进入，所以在此之前，我们还需比个高下。
第一轮我们可以自行选择对手，赢者进入下一轮，输者淘汰。二位好自为之。来吧，吕阳，让我看看你这8重天神有几分实力。请。是有金属性的剑气了。杨哥的玄金剑体、玄金剑气，乃是出自其先祖金红神王。这小子竟然是金红神王的后人，难怪有如此实力。在下天剑宗落水寒，哪位天骄与我一战？我来。能让一个9重初期的天神夺得天骄第一，看来天剑宗也没落了。天刀界的人都只会耍嘴皮子吗？哼！看招！神刀七绝斩！水火剑连！水之剑道和火之剑道居然能融合成一式剑招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火之剑道了？进入天剑宗以后，前辈们发现我还隐藏着火灵道体，便传了我天炎剑神的传承。后来随着修行渐深，我就将之融合在一起了。怎么样？厉害！能将2种相克的真神剑术融合在一起，这点连我都做不到。当初在剑域大陆的时候，我就暗下决心，今后一定要变强，不再成为你的负担。如今也算是有些成果了。水寒，这女孩神魂强大，又拥有水火2种道体，说不定能继承我们的武学。再等等，此事关乎我等谋划万年的大计，她能否有实力继承我们的武学，还得看她之后的表现。你这天元神掌虽然威力巨大，不过可打不中我。你中计了，天元神掌！2位，之后我们可就是对手了。
下一个被我淘汰的人是你。这便是龙族吗？去！木系分光剑。你确实有几分实力，能逼我现出真身。不过接下来败的人是你。那可未必。暗月流星剑。4种真神剑术，难怪你能夺得天荒界第一的名号。这场对决，我甘拜下风。承让。这么看来，这次水寒的对手是元凶了。得罪了天元神掌，阴阳剑轮。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我认输。嘿呀，我果然没有看错，我们这批天骄里，就属你和吕兄实力最强。看来本源神石非你二人莫属了。能在这里遇到我夫君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至于最后的本源神石，我并不在乎。原来如此，你和吕兄还真算得上是一对神仙眷侣，实在令人羡慕。能将水火剑道转为阴阳剑道，这女孩道体品质极高，做我们传人再合适不过。但那个叫吕阳的小子天赋也不差，而且更棘手的是，这两人居然是道侣。不，这点恰恰能让这女娃心甘情愿成为我们的传人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之后你就会知道了。没受伤吧？也不知道下一轮比试如何进行。战至一人，方可入山。看来这最终一场是让我们3人混战决出胜负呢。这个规则反倒对我们有利呢。你们2个一起上吧。雪寒，你不必出手，这是我与他的恩怨。可是，放心，我一定能赢。我要为上官清报仇！炎日音乐斩，斩！呀！玄金剑气。
离火神阳剑。5种真神剑术。败者退场。虽然我不想与水寒交手，但此物关乎整个世界的安危，我必须得拿到。我本以为自己的实力已经追赶上你了，可看到你能连续施展5种属性的真神剑术后，我才发现我和你还有很大的差距。水寒，你无需如此，融合之道本就高于单一元素的真神剑术，你我之间孰强孰弱，还需比过之后才能知晓。我之所以拼命变强，就是想在你以后遇险之时，也能出手助你。水寒，其实你不用老想着保护我。杨哥，你想进入本源神山吗？既然你想去，那便由你去好了。水寒，谢谢你。我在天剑宗等你。本源神石这样的至宝，这丫头都拱手相让，看来得除掉那个叫吕阳的小子才行。用不着这么麻烦，只要把真相告诉那女娲，她一定会答应。什么时候去啊？本源神山若是那么容易登顶，那古往今来能获得本源神石的人早就遍布9界了。越往上，承受的压力也会成百上千倍的增长。如果连这就受不了，那你趁早放弃吧。不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水寒，还有各位前辈的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一步步来，以你的天赋，只要走好每一步，总能登顶。嘿，女娲，请留步。不用看了，说的就是你，女娲。你先留下，我要送你一个天大的机缘。洛姑娘，怎么了？你们先走吧，我在这等杨哥出来。洛姑娘，你可考虑清楚了，你在这里多待1天，能在天骄山修炼的时间就少1天。既然他不稀罕天骄山充沛的灵气，那就让他待在这儿好了。前辈，请现身。水寒见过2位前辈，不知2位所说的机缘究竟是什么？做我们的传人，这样你将成为整个世界的佼佼者。2位前辈应该不会白选我当传人吧？学成之后，你需要代替我们救世。救世？这世界不是好好的吗？唉，那只是你看到的表象罢了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这世界还叫做3皇界。3皇界？
那都是200多万年以前的事了。当时三皇界由天地人三皇共同主宰，武道昌盛，神王之上还有会元主宰等境，强者众多。但随着三皇的失踪，界外强者穆家突袭三皇界，他们大肆抓取三皇界之人，炼制大药，增强自身，令整个三皇界覆灭。不仅如此，为防止三皇界出现可能威胁到穆家之人，他们留下了10名镇守者。一旦三皇界有到达7星实力的神王，便会被他们擒拿，镇压于修罗渊3层。而我等，皆是从三皇时代侥幸逃脱的漏网之鱼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出身于天剑宗吧？你派的天剑神王剑心神王，也已经失踪多年了吧？据我所知，他们应该也被关在修罗渊。怪不得我派多次与祖师联系，都毫无音讯。所以我们才选择你，希望你能在他们下次行动之前阻止他们。2位前辈的实力应该都位居神王之上吧？为何不出手相助？我们何尝不想？可当初与镇守者一战后，我等都受了重伤，实力不复存在，只能藏于此，躲避追杀。所以，你是否愿意做我们的传人？怎么？你觉得这些都是假的？不是不信2位，只是此事实在太过诡异，我一时也难做决定。无妨，你若不信，尽可离开，我会抹去你见过我的这段记忆，一切就当没发生过。不过，距离他们下次炼制时间已不足1000年，到那时，2界一切生灵都将被抹杀，包括你的夫君吕阳。阳哥，所以你是否愿意？我愿意。金蜘蛛，为了救世，为了水寒，怎么能被这点磨难击败？先恢复力气，本源神识跑不了。不知道，我当初来本源神殿之时，这3尊雕像就已经在此了。比星木建筑还早，那这雕像有超过200万年的历史了。不用惊慌，这是在检查你的天赋。检查完毕后，就会赐你一颗无属性的本源神石。3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当初也都只是获得1块，你怎么会有3块？这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吕阳的天赋远远超过我们中的任何一人。前辈过奖了，这是事实。当初你还未出世时，豪神便选你为主。如今3块本源神石更是印证了这点。希望你能不负众望，从镇守者手中守护世界。
前辈，请放心。本源神殿还有第2层，这我们也从未遇到过。这是本源之气，若能吸收修炼，可令修为大涨。先提升修为要紧。非常好，短短半年间就能掌握阴阳之道。如此天赋，世间罕见呐！接下来，如有神药、元液这等外物辅助，修行效率还会更上一层楼。多谢2位前辈传授功法，水寒感激不尽。正好，我还知道几个秘境所在，打算让你前去历练。你意下如何？走之前，我们有个要求，先前与你所说的一切，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吕阳。我夫君吕阳天赋不在我之下，如果他知道真相，一定能成为对抗镇守者的一大战力。为何？胡闹！你身为救世之人，理应专心修炼，一心救世。儿女情长，休得再提。给我忘了他！我与吕阳自建于大陆相知相识，早就视彼此为最重要之人，怎么能忘？好，既然你忘不了，那我帮你忘。你性子还是这么急。我只是封印了他关于吕阳的记忆，穆家炼制期限近在眼前，我们不容有失。本源之气果然不一般，这么短的时间就令我达到9重天神境。晚辈吕阳见过诸位前辈，这只是我们留在画中的一缕意识而已，何谈见过？能将意识留存这么久，敢问3位前辈是什么人？在我们那个时代，世人称我们为三皇，不过那都是200多万年以前的事了。你能来此，想必就是我们在等的那个人。等我？身怀10柄至高神剑，里面各留有一道意识残念，你果真不凡，居然能一眼看破我的秘密。难道他们的实力还在神王之上？别紧张，我们对你没有敌意。邀你来此，是想让你继承我们3位的帝兵。帝兵的品阶远在神剑之上，而我这柄剑名叫天皇剑。天皇剑位于玉渊第3层，镇压着魔石皇。唯有彻底消灭魔石皇，才能取出天皇剑。此光内有前往天皇剑位置的地图，一定要谨记于心。还有我们的帝兵。多谢3位前辈。你天赋过人，品性坚毅，今后世界能否脱离苦海，便全靠你了。你刚刚怎么了？
为什么叫了你半天都没有回应？三皇的事，最好还是不要告诉各位前辈。啊，没什么。既然没事，就赶快炼制本源神石吧。水火已经有了，剩下的3块本源神石，炼制金、木、土3种属性，这样便奏起5星元素，足够修炼到我邪生灭剑阵了。神剑成，接下来该试试修行3光归元剑阵了。是吕阳师弟回来了！吕阳回来了，是吕师兄。听说吕师弟打败了各界天骄，夺得第1，这是真的吗？吕师弟，你击败燕兰的那一招是什么剑术啊？啊，是神主，他突破6星神王了！啊，恭贺神主突破成功！我闭关期间，朝内可有什么大事发生？回禀神主，一切安好。只是前些日子，齐天神王之子被镇渊剑宗一个叫吕阳的人斩了。又是镇渊剑宗，当年他们祖师镇渊神王伤我那一剑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齐天那事怎么处理了？齐天神王本想就地斩了吕阳，但苦于没有证据，加上炎荒殿阻拦，只能暂且作罢。能引起别的势力相护，看来这个叫吕阳的还是个人物。那吕阳不仅取得天骄榜第1的成绩，还是镇渊神王的传人，迟早会成为我们大更神朝的威胁。如此，不得不杀了。正好借着齐天的事，向镇渊剑宗施压要人，如有违抗，就灭了镇渊剑宗，报当年一剑之仇。如此行事，天荒界其他宗门应该不会坐视不理吧？哼，如今有我坐镇，天荒界有谁是我的对手？就让齐天带真魔殿他们去办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谁敢忤逆我。只要事情闹大，我们就有出手的机会了。遵命。你们不请自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北仙神尊，你少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把吕阳交出来！好日神尊，上官清之死，你们无法证明与吕阳有关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才请吕阳入大更神朝配合调查。若是他做的，就地处斩。简直是欺人太甚！这是我朝神主的意思，还望诸位识大体，别伤了我们2界的情谊。希望镇渊剑宗以大局为重。大更神朝这是想借机覆灭我宗，万不能冲动行事。3天后给你答复。1天，只给你1天时间，不交人，那我们只有开战了。师兄，这下怎么办？吕阳只怕是不能留在镇渊剑宗了。那怎么行？他可是师尊的传人，若把他交出去，我们如何跟师尊交代？我知道，所以我们只能用传送阵法送他离开，越远越好。至于他之后能否逃过此劫，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那大更神朝要不到人，不会对我们发难吗？难道就让镇渊剑宗的100年基业毁于吕阳1人之手吗？你以为大更神朝是冲着吕阳来的吗？他分明是想借此事对我宗下手。当务之急是趁大更神朝追捕吕阳之时，做好与大更神朝开战的准备。事成，你去把吕阳送走。
副宗主，随我来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大更神朝神主上官巨更亲自向我宗施压，要我们交出你。眼下宗门已经保不住你了，你必须马上走。那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这你不用管，先顾好你自己。可恶，空间被禁锢了，无法使用传送阵法，一定是大更神朝干的。这样，你拿着通行令从北边后山走，一路向北，只要进入北部山脉，他们就找不到你了。保重。大更神朝的人，嘿嘿，本座云中浪受有人之托，在此取你性命。云中浪，你就是那个世界暗算萧师姐的人。哈哈哈哈哈！不错，正是我。当年要不是你插手，我兄弟早就得手。不过等你死了，以后就不会有人坏他的事儿了。是薛寒一派你来的吧？看来我猜对了。那又如何？给我死！如此的天机，肯定会引起齐天堂的注意。雷宗这速决。三皇归元剑阵，怎么可能？打不过一个九重天神！杀！今日我就替萧师姐斩了你！别杀我！这都是薛寒一让我做的，我这还有与他的密信，让……宇阳，受死吧！难道是？在下吕阳，见过惊雷神尊。你认识我？我在本源之地遇见过洛水寒，他跟我提起过前辈的事。你不是拜入镇渊剑宗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被人追杀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前辈先跟我离开这再谈。来不及了，人已经来了。阁下是何人？为何杀我血神宗的人？吾乃惊雷神尊，来自天剑宗。此行为吕阳而来，胆敢冒犯者，
杀！好。哼，吕阳杀我神朝天骄，必须为此偿命。哼，无凭无据就说我杀了人，你们大根神朝也太不讲理了吧！是与不是，我们大更神朝自有论断。跟我走。有我在，你们谁也别想带走他。你找死！来！请各位助我一臂之力。一剑惊雷！你们还不是我的对手，让你们背后的人现身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天剑宗的人，果然有几分气度。不过，阁下面对本神王，还能保得住吕阳吗？哼，少废话，出招吧！哼！这惊雷神尊竟能与齐天神王分庭抗礼，简直匪夷所思。神王之所以是神王，就是因为拥有神轮，只要神轮不毁，便可不死。惊雷神尊再强，顶多也只能抗衡一时，时间一长，必败无疑。哼！金光神玄掌！本王倒要看看你能挡到几时！给本王死！齐天神王法力无边，我等佩服。区神尊不过蝼蚁罢了。神王不好！土遁符，追！他们跑不了多远。眼下前辈受伤，根本无法逃出齐天的追杀，只能先回镇元剑宗从长计议了。怎么回来了？大根神朝围攻我，虽然有天剑宗的惊雷神尊帮忙，但我们也没能脱困。抱歉，给宗门添麻烦了。你不必自责。飞仙神尊放心，我也向天剑宗请援，等我派赶到，大更神朝必退。天剑宗愿意帮忙，那太好了。来人，告知全宗上下，准备全力御敌。万朝，你干什么？师父，此事应当慎重。大根神朝近在眼前，而天剑宗远在天边，如何能保护咱们宗门？若吕阳不在，我们大可说已经将他逐出宗门，让大根神朝自己去追便好。可眼下的情况，
稍有差池，便是灭门之祸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交出吕阳，暂缓与大庚神朝的矛盾，趁此时机另寻他法，保我宗安全。薛副宗主，吕阳乃是我派祖师的亲传弟子，岂能交给外敌？什么祖师亲传弟子，不过是一面之缘罢了。若论资质，我儿薛寒衣不比他差。若不是薛寒衣，我早就脱困，镇元剑宗也不必落到现在这个局面。你什么意思？哼！实不相瞒，我离开镇元剑宗后，行踪就被薛寒衣透露给云中了，导致我半路遭遇劫杀，双方争斗，这才引来了大庚神朝。确实如此，一派胡言！寒衣与你无冤无仇，当初你入宗门前，他还在血翼真神手中救过你的命。哼，救人那是他不得已才做的。至于仇怨，我当万门弟子时，薛寒衣就没少指使薛家弟子打压我，这点大家都可以证实。此事我有所耳闻，但考虑到吕阳并未因此受损，还跻身内门，我便没有对薛寒衣做出责罚。这只是弟子间的分歧罢了。就凭这些，你就污蔑我儿与云中浪那混蛋是一伙的？不仅如此，早在我入宗门前，薛寒衣就和云中浪合谋，给萧师姐下过春毒。吕阳，此事关乎我爱徒的清誉，你最好有所依据。是不是？照萧师姐一问便知。难道寒衣真的？师傅，我这就把寒衣叫来对质。不必了，你却把萧凤碧和薛寒衣带来。是。啊！开启护宗大阵！哎！厉飞仙，你这是想与我大庚神朝为敌吗？吕阳杀你儿一事完全是子虚乌有，你若想取吕阳性命，我镇渊剑宗绝不答应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就来领教一下这护宗大阵。哼！神王天威！是，有。神王，撤！退了！大庚神朝的人退了！唉，不知还能抵挡多久。中毒之事，正如吕师弟所说。混蛋！薛万长，你这是要包庇你儿子吗？我儿和云中浪勾结，这都只是吕阳的一面之词，并无真实凭据。对。
吕阳，你污蔑我与云中浪勾结，有证据吗？够了！吕阳，你有证据吗？这是云中浪的纳戒，里面有他勾结薛寒衣的证据。啊！薛寒衣，你主动坦白，我们还能从宽处置。这，还是没有。我只是对萧师妹爱慕极深，一时糊涂才……那么多师姐妹都毁在你和云中浪两个混蛋手里。没有，我就是因为那恶贼毁了女弟子清白，才追杀他。只是抓住他以后，他说能帮我追到萧师妹，哄我放了他，之后才……虚伪至极！宗主，薛寒衣的罪按门规当诛。爹，救我！师父，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您看在我为宗门效劳多年的份上，饶他一命吧。门规在此，岂能因为你是副宗主就徇私枉法？宗主，必须严惩。宗主，我薛家这些年为宗门尽心尽力，就这次抵御齐天，我薛家就有30余位真神出手。如果就因为此事杀了我儿，只怕会寒了薛家人的心。我这逆子一定是爱而不得，才受了那淫贼蛊惑。不过好在吕阳及时阻止，并未酿成大错，还望师父高抬贵手。好吧，念在你的一片苦心，薛寒衣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，让他关入思过崖。哼，多谢宗主。不行，如此太便宜这混账了。吕阳，此事也与你有关，你有何异议？我并无异议。既然如此，事成就由你去办。还有，关押期间，任何人都不准靠近思过崖。薛副宗主，你明白吗？是。特殊时期，就委屈惊雷神尊代此疗伤了。有劳了。如今有护宗阵法在，齐天应该攻不进来。但上官巨庚一旦赶到，情况就有所不同了。不知贵宗的援军何时能到啊？实不相瞒，天剑宗刚刚已经传讯于我，将派寒光神王前来。五星神王六寒光，若有他相助，加上护宗大阵，抵挡上官巨庚不成问题。多谢惊雷神尊，如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，我宗一定满足。说到这个，在下确有一个请求，我疗伤需要9霄玄雷神石，不知贵宗可有此物？我记得萧子云收集了不少神石，吕阳，劳烦你去一趟。好。吕阳，刚刚大殿的事，多谢你解围了。薛家在宗内势大，如果贸然处置，轻则引起薛家不满，重则造成哗变。若大根神朝趁虚而入，则宗门危矣。宗主从轻处置，也只是无奈之举。你明白就好。神王息怒，息怒！神主的命令分明就是想借吕阳之事，亲自讨伐镇渊剑宗，以报当年方振海的一箭之仇。如此，
我岂不是没其子供他驱使？可我们不也拿虎宗大阵毫无办法吗？不如……启禀神王，我倒有一计，能让神王手刃吕阳。700年前，我在落日虚境历练之时，与镇渊剑宗的副宗主薛万朝有生死之交，而且我刚得到镇渊剑宗内部的消息，薛万朝之子薛寒一被李飞仙关进思过崖。你的意思是？我以为可以学以重力，策反薛万朝，让他生擒吕阳，送给神王报仇。好，你去告诉薛万朝，如果他愿意合作，今后镇渊剑宗的宗主就是他。明白。萧师叔，宗主让我来拿个东西。我师父不在，你要拿什么？九霄玄雷神石，还请。师姐，还在怨我？我只是怨自己做不到像吕师弟这般宽宏大量。我也想严惩薛寒一，但眼下还是要以大局为重。大局为重？那我的清白又置于何地？现在全宗都因为我被淫贼下毒一事，流言四起。你们可曾为我考虑过？是你。薛兄放心，我来此只是想和你聊一聊。你我之间没什么好聊的吧？如果我说我能帮你救出你儿呢？你在武宗安插内奸！我这也是为薛兄你好。李飞仙之所以没有痛下杀手，可不是念及你们师徒情深，而是忌惮你薛家。等到你薛家没用之时，薛寒一可就活不了了。以我之见，不如弃暗投明。齐天神王步步紧逼，无非是想手刃吕阳，为此报仇。你们想让我做什么？交出吕阳。交出吕阳，只要把吕阳送出去，大更神朝自会帮你除去李飞仙他们。到时别说令公子了，整个镇渊剑宗都是你说了算。寒烟一事，李飞仙肯定对薛家起了戒心，不如成交。那陆某就静候薛兄的佳音了。哼。黑舅、二虎，本座待你们如何？若非神尊收留，我二人早就被月神宗的人杀了。您就是我们兄弟的再生父母。眼下有件事需要你们去办，放心，事成之后我送你们出宗，并且给你们100极品神石。神尊尽管开口。去给我绑一个人，送出镇渊剑宗。何人？吕阳。神尊放心，我们这就去办。记住，切勿惊动他人。吕阳那是为了宗门考虑，如果人人都像你这般意气用事，镇渊剑宗早就亡了。为师命你去跟吕阳赔礼道歉，现在就去。为什么所有人
都为他说话。谁？不愧是宗内数一数二的美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同凡响。要你抓人，谁让你多此一举？若是惊动了绿阳怎么办？区区一个9重天神而已，大哥多虑了。记住，抓活的。知道了。师姐，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果然聪明。大哥，动静小点，要是被发现，咱可就走不了了。我知道。一个2年真神，一个1年真神，只能全力以赴了。小子，束手就擒吧！老二，吞天魔臼，现！绿阳，我要将你的骨头一寸寸砸碎！怎么会？你没事吧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只能是睡着了。四下射灵阵，起！小心！何方贼子，敢朝我镇渊剑宗！你没事吧？你是何人？为何要袭击吕阳？他和另一个1孽真神袭击我，想必是有人指使。副宗主放心，那人已经被萧师姐斩了。啊，是我做的？算了，先办正事儿。是谁指使你的？发生什么了？此人想必是大更神朝的奸细，带回去严加拷问。宣副宗主，你未免太心急了吧？师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既然你怀疑我，那就在这审，说是什么人指示你的？
救你！死了。噬灵魔骨，这是血神宗的骨。只要将子骨放在酒水饭菜中，就可以让人毫无察觉的中毒。尸骨人只要催动母骨，中蛊之人便会毙命。薛副宗主，我说的可对？师叔果然见多识广，依我看，这二人就是血神宗派来我宗的奸细。不对吧？我看这人的相貌，应该是不久前被月神宗追杀的江东二鬼之一，黑鹫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并不属于血神宗啊。这，你们说一下事情的经过。当时，照这么看，这幕后指使之人，有可能是宗内之人。你们怀疑我？薛副宗主，不要激动，在事情没查清楚之前，谁都有嫌疑。况且，因为韩一的事，你怨恨吕阳也情有可原。没错，我恨他入骨。不过凭我的实力，想杀他，还用借这两个废物之手？好了，眼下大敌当前，还是要同仇敌忾。至于此事，我会上报宗主，仔细调查。那最好。我相信师傅会还我薛家一个公道。加强戒备，今晚之事绝不能再发生。是。对了，萧师姐，你为何会在这儿？师傅听说你受伤了，所以让我给你送药。我这伤不是刚受的吗？师姐，找我是为别的事吧？那个，白天对你发火的事，是我不好。师姐，现在宗门内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其实，白天的事儿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，萧师姐不必特地过来道歉。这么晚了，吕阳和萧师姐还在一起，看来传言是真的。什么传言？林中浪的合欢散一向都是无药可解，吕阳一个新晋天神，你说他能有什么手段帮萧师姐解毒？哦，难道他们已经？要不然为啥吕阳一入门派，萧师姐就对他百般照顾？肯定就是有这层关系在啊！薛师兄也是倒霉，辛苦半天给别人做了嫁衣。唉，眼下大敌当前，萧师姐居然还有闲工夫和吕阳叙旧情。平时看起来一副冷冰冰的模样，没想到背地里却是这种人。你们胡说八道够了吗？这些传言都是哪儿来的？师姐，你没事，都是些流言蜚语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先走了。云中浪的事，是我考虑不周，不该在大庭广众下讲出来。萧师姐，对不起。不过，萧师姐你放心，等此次危机过后，我吕阳发誓，一定还你一个清白。那你准备怎么还我清白？这……你有这份心，我就很满足了。不知为何，在那女孩身上，我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宗主，昨晚的事我都听韩师弟说了，我派人查了，袭击一事大概率出自薛万朝之手。但宗主有所顾虑，对吗？虽然种种迹象都表明是薛万朝做的，但却没有证据。若是这么问罪，薛家肯定不会答应。宗主，那薛家对宗门究竟是什么态度？哎，
其实他们大多还是忠于宗门的，虽然有时会偏向族人，但基本的事理他们还是明白的。那就是说，除非薛万朝公然叛宗，否则薛家还是会保他，对吗？所以我想再给他一个机会。若他就此悬崖勒马，倒还好说；否则，我只能清理门户。既然宗主已下定决心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镇元剑宗副宗主薛万朝，叩见神王。连个吕阳都搞不定，你还有脸见本王？哼！神王息怒，我还有一个办法能让神王报仇。说。神王没法报仇，是因为有护宗大阵在。那大阵全力开启，拥有不弱于5星神王的防御力。但也正因如此，阵法需要阵眼以及10大剑塔共同输送能量。说重点。我有办法让那护宗大阵失效，到时神王便可长驱直入，无人可挡。好，我另派陆毒杨公帮你牵制他们。还有一事，若神王拿下镇元剑宗，可否只亲临吕阳和厉飞仙、韩世明等人？我愿带其他宗门弟子向陈朝称臣。你的胃口倒是不小，本王允了。多谢神王。就你一个人，忙得过来吗？没事，很快就完了。我来帮你好了。吕师兄，东南方向有敌袭，速取增援。唉，还是有所行动了。行了，别抱怨了，你快去支援吧，这里有我就行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为父要去做件大事，此事若是成了，今后镇渊剑宗就是我们的了。你一会出了思果崖就躲起来，免得被厉飞仙他们当作人质。爹，你放心。开阵！哼！齐天还不出手，他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神王，我们撑不住了！真是群废物！哼！副宗主，怎么样了？大部分人手都去增援了，只留下一位真神维持阵法运转。动手。薛副宗主，眼下大敌当前，你不去抗敌，来这里做什么？你自行毁了剑阵，念在同门的份上，不难为你。没了阵法，宗门多少子弟要遭大根神朝毒手，我宁死也要守阵。
万朝，没想到你真的要叛奏。师傅，你不是应该在主峰维持阵法吗？吕阳跟我说，如果你还有二心，一定会对剑塔下手，所以我特地找人监视你，预防你有所动作。你居然敢骗我！薛万朝，这么多年来，为师自认为待你不薄，可你却……待我不薄？你关我儿不就是想拿他做人质，好让我死心塌地为你为吕阳卖命吗？你简直是疯了！我没疯，疯的人是你！你为了个吕阳，居然要把镇渊剑宗搭进去！那你呢？为了宗主之位，让全宗弟子给大更神朝俯首称臣，为奴为婢，那也比跟着你送命强。我薛万朝所作所为，为的是宗门，为的是千万弟子。那你有问过他们的意愿吗？哼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一起拿下厉飞仙。你们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把宗长之位传于你。老祖，我绝没背叛薛家。等我做了宗主，住嘴！我们想让你做宗主，不是让你与人臣臣为奴的。薛家绝不允许有叛宗弃师之辈。没错，老朽带薛家所有子弟，请宗主清理门户。万朝，我观寒衣是真，但从没把他当过人质要挟你。若你能早些收手，咱们还是师徒，将来宗门也能交予你。可惜，鬼话连篇。把剑阵关了。宗主，剑阵一旦关闭，护宗大阵将会失效，到时大根神朝的人就会攻进来了。我知道，这是请君入瓮。在此期间，宗门的安危就仰仗几位了。宗主放心。杀！什么？不急。护宗大阵已经没了，他还不动手？看来，齐天与居更他们不同，他唯一想要的，就是亲手杀了我，为上官清报仇。你，只有我现身，齐天才能上钩。不可，他可是神王。你以身作饵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怎么跟师父交代？眼下，我们虽然能抵挡住上官齐天，但上官巨更一旦现身，宗门将要被屠戮殆尽。唯有除掉上官齐天，送走一部分宗门弟子，才有一线生机。这张飞盾符你拿好，千万要注意安全。宗主放心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吕阳！哼！保护吕阳！去！这傀儡是杀青儿的那只，青儿，果然是你杀的！别想跑！哼！